一步一步走回去显然不是办法，魏无羡向前走了3、5步，眼前白影翩然落入惊鸿，将他拦腰一截，带上碧尘。温苑第一次在空中飞，碧尘行得稳，他不仅不怕，还在魏无羡臂弯间左右瞧稀奇。蓝忘机遇着剑诀，眼睛前视，但问魏无羡出了何事。魏无羡说：我有个很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他们方才落地，便听到温情的声音斥道：阿宁！一时间乱葬岗上起了比遍地乱坟还要乱的乱象。蓝忘机去拦作乱的凶师，琴声铮铮响了3声，马到功成。魏无羡试图控制发狂的温宁，没想到腿上还挂着阿怨，一来一去便显出捉襟见肘。温宁狂化后动作极快，转眼便扑上来。魏无羡猛吸一口气，电光火石之间转过背脊护住身前，试图把这一下挨得轻一些。突然听到温情又叫：别让他伤了。那不是对魏无羡叫的。魏无羡不待反应，肩头突然被人不轻不重地推了一下，他没有防备，踉跄出去5步，回头却见蓝忘机自己挨了温宁一撞，一人一尸各自退开几尺。蓝忘机面色不变，凌厉地转手拨弦，7弦一声破空，山林风动，震起群鸦漫天飞舞。温情只得无奈地在喊：手下留情！魏无羡急忙抽敌，同时拍出符箓12连成一线，不忘转头对蓝忘机说：我引他，你压制，这次能行？蓝忘机暗弦轻了些，问：你的剑呢？魏无羡头都不回，早不知扔哪儿去了。然后他一甩袖，陈情送到唇边，两人合力终于将温宁压制。温宁跪地，笛声也渐渐低下去。魏无羡罢声不吹，只是他许多日没做这么大动干戈的事，按着胸口咳了一声，居然越咳越深，呛出一口血。蓝忘机脸色陡然一变，琴音旋即凌厉，扫弦犹如潮裂山崩。温情夹在两人中间，实在不知该去看哪一个，左右为难之际，突然听到温宁嘶哑的叫：公子！温情一声尖叫，转身便扑向温宁，彻底不再管魏无羡这边。魏无羡拍了拍蓝忘机的手臂，蓝忘机停手按弦，一手抱琴，另一只手环过魏无羡的背，去拖他另一边的手肘，几乎要把魏无羡的身子抱住。魏无羡用手背抹掉唇边的血，连忙摆手道：没事没事，刚才用力过猛。旁边的温家人早已开始欢声庆祝。温情抱着他弟弟，在人群中哭得地动山摇，疏忽压着浓浓的哭腔，对魏无羡有些走调的喊：你嗨嗨，你还不去躺着？魏无羡刚想说不用，蓝忘机已经问哪边。魏无羡只好指了伏魔洞的方向。洞中仍是他6天前出去的样子，乱七八糟的杂物堆得满桌满地，另外落上一层薄尘。魏无羡全当没看到，在一面堆了一半手稿残卷的石床上坐了，拉起半床被子躺进去，一抬眼就见蓝忘机站在床边，再看看这洞里也确然没有空余的地方来坐。于是他向里面挪了挪，厚着脸皮说：韩光君坐。他本以为蓝忘机会拒绝，却没想到蓝忘机略一思索，坐在了他的床沿上，抬手便去捉他搁在被子上的那只手。魏无羡几乎吓得一哆嗦：你干什么？蓝忘机说：你的伤。魏无羡干巴巴地说：不算什么伤，好多天没出什么大力气，一下子击到了血脉而已。别浪费你的灵力。他还把那只手抱在身前，生怕蓝忘机要搭他的脉，察觉他脉象有异，他苦苦隐瞒的秘密就都露了馅。蓝忘机见他护得那样紧，自己那只伸出的手慢慢地收了回去。室内光线很暗，远处还有个血池发出幽幽灵光。魏无羡脸孔分明苍白，抿着唇不说话，一望之下居然显得有些森然。他听到蓝忘机说：魏婴。什么？魏无羡问，不待蓝忘机回答，须臾又说：外面没事，再厉害的东西我都控制得住。言下之意好像生怕正人君子韩光君把史无前例的凶师温宁给斩了。蓝忘机停顿了一下，在开口时说：那若是你出了问题呢？魏婴说：我更没事，现在没事，以后也不会没事。我这里也挺好的，真的，山头比云深不知处还大，更别提自由多了。要不你留下来吃一顿吧？就我们这个厨房，对，就是洞后面那个，做的也比你家的饭好吃。魏婴，蓝忘机沉沉地说：你知道我是何意？魏无羡许久没说话，
然后慢慢的叹了很长的一口气。他说：“蓝湛，你这个人真是绝了，我有的没的说了这么多，怎么还没堵住你的话？”他像是当真说的太多了，喉咙发痒，咳起来却又抵住胸口，眉头深皱。蓝忘机又伸手去探他的手，魏无羡在躲。蓝忘机垂眸，手指静静地按在魏无羡那床看不出颜色的被子边缘。温情的声音突然从洞口传来：“你怎么还没躺下？”魏无羡扬声道：“韩光君，蓝忘机作证，我躺着呢，屁股在床上，脑袋也在床上。”温情吃道：“你3岁吗？”他说着，伴着一点明亮的火光走近。温宁有些迟钝地跟在后面，端着没有茶叶的茶水和新的烛火。蓝忘机抬头看了一眼，坐在魏无羡的床边没动。温情的眼睛还红着，嗓子也哑，但他说：“让我看看他，我是岐山温情。”魏无羡那一瞬觉得，若是旁人发声，蓝忘机断然不会让开，但医者的名号比旁人好用太多。蓝忘机无言站起，温情抓他手腕探了探，说：“没事，你睡你的，静一静神。韩光君，他这里乱得吓人，出去坐吧。”没想到魏无羡反手抓了他的手腕。温情一转头，正望进魏无羡眼睛里，他无声的几乎不可见的对他摇了摇头，想说的话一目了然。温情冷声说：“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不满地像色柴火那样把魏无羡的手掖进了被子。蓝忘机还在一旁看着，烛火在洞中流通的空气中斑驳微晃。魏无羡觉得自己大概真的累了，前一眼还盯着蓝忘机雪白的身形，后来眼皮一闭，粘住一般打不开，头轻轻一歪便睡着了。他睡得不久，但很沉，再醒来时烛光已然熄灭，有一缕浓郁夕阳拖曳地面，照出床边的人影。意识到那不是蓝忘机的时候，魏无羡感到自己的心沉了沉。温情说：“他刚才还看着你的，见你要醒，自己转身出去了。”魏无羡不知这事好笑在哪里，却听自己清晰地笑了一声。温情说：“你现在的身体，再这样冒失犯险，我师父都救不了你。”魏无羡不知也不在意他师父是谁，觉得这话大概与对顽劣子弟说蓝启仁先生都教不了你是一个意思，只说：“这次不是为了温宁吗？”道理是这样，温情也没办法，叹气道：“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？”魏无羡反倒觉得好玩，今日你们一个两个怎么都对我说这样的话？温情不理他，说：“他还在外面，你快点整理衣服出来。”床尾已经放了一套新衣，他随手一指，起身便要出去。魏无羡的目光敏感地捕捉到黑衣上的一缕白色，出声道：“等等，那方手巾怎么？婆婆给你洗好了？”温情回头又加了一句：“镇子上买的吗？好久没见那么好的料子，你到底买没买萝卜种子？”